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爷兵，欢迎来到马股经济学的时间。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思泰科技，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。第一点，思泰科技 SM-Track Berhad 是射频识别 RFID 的解决方案专家，主要专注于利用 RFID 和其他无线技术进行跟踪和追踪，以帮助用户获得更高的可见性、透明性和安全性。说到 RFID， 各位观众一定会以为跟过豆时的 RFID 有关，其实它们两个是没有关系的哦。SM-Track Berhad 的服务主要是使用在追踪清真食品，提供资产管理、追踪加工食品生产过程、仓库解决方案以及物流和供应链等等。至于为什么官方网站会有 Touch and Go RFID 的照片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毕竟我是没有在 SM-Track 年报中找到任何与 Touch and Go RFID 有关的资料。你们有谁知道的，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第二点 ，SM-Track 除了刚才所说的 RFID 业务以外，其实他们还很积极将业务多元化的。当中就曾经试过想要将业务多元化至瓶装厂，投资重铝酸化铀，参与建筑房屋分包工作，进行填海工程，提供船舶燃油智能跟踪系统，购买飞机进军空运业等等。只是这些努力都还没得到充分的收获，不是取消了就是亏本了，又或者是还没获得盈利，以至于公司到目前为止的业绩仍然是红多过青。第三点 ，SM-Track 这间公司一开始的名称是叫做智能电子标签 Smart Tag Solution Berhad， 当时还是由公司的3大开拓者之一的总执行长林炳强领导着。不过后来在2013年时，由于林炳强与董事部对集团增长营业额防线出现意见分支，决定放弃总执行长职位，进而由饶热生取而代之。不久后就将公司名更换为 SM-Track 了。而饶热生也只是领导了 SM-Track 差不多3年左右，在2016年3月就以健康为由辞去公司职务，同时也脱售公司的全部股票。后来 SM-Track 就由陈春华以执行董事的职位领导着，在2018财政年开始晋升为公司最大股东。不过在2020年8月好像辞去了执行董事一职，而且股票也脱售了不少，但是在近期又开始大量买入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大计划要展开了。第4点 ，SM-Track 的大股东陈春华也是另一家上市公司 CN Asia Corporation Berhad 的主要股东。截至2021年11月下旬，一共掌控这3.768%的股权。不但如此，陈春华也跟多家上市公司有关联，曾经在这些公司上任董事或主席职位。第5点。SM-Track 的股价从上市以来就一直跌跌不休，从网上就可以查询到哦。股价从2011年的1令吉70线跌到现在的30线，中途是可以看到有些时候有反弹的迹象，但是过后都是往下滑更深，曾经一度跌剩5线左右，名副其实的仙股之一。不过近期是有蛮大的反弹啦，从8到9线反弹上来到接近30线，涨了差不多要3到4倍之多，看来热炒的时间又到了。第6点 ，SM-Track 的业绩从上市以来就一直呈现亏损状态，几乎每年都以数百万令吉在亏损，最严重是在2013年，也是唯一一次亏了1000万令吉以上。而在近期的2020年则亏损最少，只亏了20万令吉左右，相比起其他年份，算得上是相当好的成绩了吧？不知道管理层有没有为此引以为傲？不过2021年就打回原形，又亏损了上百万令吉，真是可惜了。这么算来，SM-Track 的2020财政年可以算是亏损的第10周年了吧？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啊？看来这句话 SM-Track 需要好好的去领悟一番了。第7点 ，SM-Track 曾经涉及倒置收购计划。在2016年8月时 ，SM-Track 曾经跟 Wellspring Worldwide 签署备忘录，探讨双方在未来的合作方向，包括 Wellspring 倒置收购 SM-Track 来登上马股舞台。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下 ，Wellspring 是一间美国公司，旗下知名品牌有 Tutti Frutti 和 Oh My Buns。后来这项倒置收购计划在2017年6月确定下来了。Wellspring 在成为 SM-Track 的大股东后，会以每股14线的价格进行强制性全面限购。只不过这项计划一拖再拖，拖到了2018年4月时 ，SM-Track 说 Wellspring 截至去年12月31日的业绩逊色，所以 SM-Track 放弃被倒置收购。哇，所以说 SM-Track 你的业绩就不逊色咯。
看一下2017年的12月尾之前到2018年7月之前公布的业绩哦，好哦。总之呢，最后导致收购计划是告吹了。第8点 ，SM-TRACK 在上市至今的10年多之内，一共更换了几次财政年和外部审计师。在刚上市时 ，SM-TRACK 是由 Baker Tilly 负责审计，后来到了2015年1月，决定更换财政年，由之前的9月30日更改为截至3月31日，所以2015财政年涵盖了18个月之久。2016年7月 ，SM-TRACK 2度更换财政年，从之前的3月31日改为截至7月31日。1个月后，贝克提利辞去了审计师一职 ，SM-TRACK 在10月份委任 KC Chia Eno 为新任审计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刚更改财政年的 SM-TRACK 没有准时公布2016年4月至6月的季度业绩，同时2016年财报也无法如期提成，违反了上市条例，被勒令停牌了3个星期左右。好在最后2016年财报在年尾顺利提成，不过 SM-TRACK 还是遭到了大马交易所公开谴责，同时也被勒令全体董事和相关人员必须出席遵守上市条例的培训。回到刚上任的审计师 KC Chia Eno， 他们也没有待得太久，只负责了2个财政年就闪人了，换成由 JAP 担任第3任的审计师。到了2020年12月 ，JAP 以人力问题为由，自愿辞职审计师一职，但是这回可能就不是 SM-TRACK 的问题了，毕竟 JAP 后来在2021年7月被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审计监督委员会以违反职业道德、行为和实践负责采取行动。只不过无独有偶的是 ，SM-TRACK 似乎在近期又更换了财政年。第9点 ，SM-TRACK 在上市至今一共接获2次 UMA， 第一次是在2016年的3月，当时 SM-TRACK 的成交量高达3757万股，因此接获大马交易所发出的 UMA。SM-TRACK 当时解释到，是因为饶热生脱售大量股票所促使的成交量激增。第二次就是在2020年的8月份 ，SM-TRACK 股价大起107%至涨停板，成交量6800万股。这次 SM-TRACK 就透露说，可能是正在探讨集资行动导致的。不过当时正值全民炒股时期，涨停板的也不只是 SM-TRACK 这间公司，所以被炒起来也应该不会感到意外才对。第10点 ，SM-TRACK 近期一直有重量级人物入股。也不知道是因为 SM-TRACK 在近期因为将业务多元化至空运，还是与阿里巴巴属下物流公司菜鸟签署合约，又或者是跟网传有关联企业准备入股18%股份有关。总之就一堆大咖抢着入股 SM-TRACK。首先在2021年年尾，就有绿野集团大股东李金友率先购入了5%左右的股份，随后的1个星期就轮到公司大股东陈春华认购2000万股，总股权达到5%以上。1天之后，又轮到盛资的董事经理林华达一次过认购超过5%以上的股票，一起跻身大股东行列。但是股价也不是便宜过人的，目前还是在1年新高价位呢。难道真的是有什么重大事件即将要发生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以上就是关于 SM-TRACK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，也欢迎订阅我，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